大家好，欢迎来到沐言秋的频道。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是著名畅销书作家查尔斯·窦西格的著作《习惯的力量》。作者发现习惯的力量是无处不在的，想要利用好习惯的力量是完全有规律可循的。我将带你了解习惯在大脑中的运作规律，让我们更好地掌控习惯的力量。为了搞清楚人为什么会有习惯，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抓了一些小老鼠，把它们放在设计复杂的迷宫前。他们还将香气扑鼻的巧克力放在迷宫的另一端，作为勾引小老鼠的诱饵。瞧，这只小老鼠正饿得发慌呢，闻到香味后顿时精神头十足，开始在陌生的迷宫里东爬爬西蹭蹭，努力寻找美味的芳踪。它的小爪子不安分地摸索着，脑袋瓜儿也不安分，大脑里的新皮质开始拼命收集迷宫的地图信息，并不停分析判断。接下来应该怎么走？这个地方刚才来过没？到底哪条路线离美味更近点？小老鼠脑袋里的装置显示，每一次它闻东西气味或者拼命扒墙的时候，大脑的神经特别活跃。小老鼠的觅食能力可不是盖的，最终它找到了心心念念的巧克力，开始大快朵颐起来。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实验才刚刚开始。后面几天，科学家们继续用相似的手法让小老鼠迷宫寻宝。就这样重复实验 N 多次后，小老鼠的行进路线变得越来越自动化，它不需要去选择怎么转弯，就熟练地来到了巧克力的位置。体现在它大脑中的变化也非常奇妙。你看，它在迷宫走动时，它的新皮质神经活动几乎消失了。探测器显示的数据变化表明了，随着老鼠在迷宫里跑得越来越快，它的大脑工作得越来越少，基底核这一微小原始的神经结构逐渐取代了新皮质的工作。这里说明下，新皮质在大脑中分管的是比较复杂的思维活动和记忆活动。从习惯的角度看，新皮质负责习惯养成之前的工作，比如思考这个事情要不要做，应该怎么做。像我平时思考下一期做什么选题，看哪些书籍，怎么让大家更好地了解书中精髓，全都是在动用我的新皮质。等新接触的事情摸透了，新皮质这个项目主管就可以先歇着了，接下来的日常琐事就交给普通员工，基底核来接管了。其实我们生活中无意识中产生的条件反射也都会以习惯的形式存储在基底核里，因为相比耗能大的新皮质，我们运行基底核更加省劲，可以留足精力来关注其他事情。关于这点，科学家是这么说的：习惯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大脑一直在寻找更加省力的方式。这里说的大脑可不单单是实验中小老鼠的大脑，人类养成习惯的过程，大脑也经历了相似的变化。而这个变化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关键性的节点呢？是的，形成习惯圈有3大要素，它们环环相扣，互相承接。第一大要素是形成习惯的线索，这个线索是启迪大脑进入某种自动行为模式，并自然而然执行下去的导火索。第二大要素就是你经常性的行为，无论是身体、心理、情感还是其他层面的，都会因为一些线索的触动开始 action。 第三大要素就是奖赏，它可以刺激你的大脑去决策，到底要不要把这个习惯模型存储下来，并被随时调用。随着触动行为的线索越来越明确，刺激决策的奖赏越来越诱人，这个由线索、惯常行为、奖赏组成的回路就会变得越来越自动化。但是要养成习惯，一定要凑齐线索、惯常行为、奖赏这3兄弟。3兄弟缺了一个，回路就会断掉，这个习惯就不好形成。你看电视剧里，主角穿越到古代后，真的是非常不适应古代的生活。寻秦记里，古天乐穿越到古代，只能被迫吃手抓饭，还得用奇怪的玩意擦屁屁。连现在我们每天的必备流程，刷牙都只能入乡随俗随便弄弄了。现在想想就好笑，你是不是忍不住好奇，
古代那些人是怎么忍受自己嘴巴臭臭的？那是因为我们每天起床必须要刷牙，这已经成为植入现代人脑海的定式了，是我们后人经历多年逐步迭代的习惯回路，这是古代人不可能有的。你知道吗？这看起来习以为常的晨间清洁习惯，人们当初还强烈的抗拒过呢。19世纪初，很多人都或多或少有牙齿问题。美国政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征兵时，就出现了大批患有龋齿的新兵。虽然当时有 7% 左右的人会刷牙清洁，但更多的人还是没把牙齿健康当回事儿。后来牙膏界的祖师爷白素德调研后发现，以往的广告宣传吸引力不够，什么预防牙疼啊，保健牙齿啊，大家根本提不起兴致。于是他开创性的宣传刷牙能够让牙齿美白。从秀兰·邓波尔到克拉克·盖博，每个人都开始展现自己白素德的微笑，这可不得了，铺天盖地的广告吸引了广大爱美人士的注意，大家纷纷加入了牙齿美白的行列。光是让牙齿美白这个奖赏还不够，为了让大家彻底爱上并每天勤奋刷牙，白素德还在产品中加入了薄荷油。习惯了刷牙时凉丝丝的快感，如果再去用没有薄荷的牙膏，你是不是总感觉没刷干净？是的，你已经掉入商家的套路了。就是因为白素德抓住了消费者的渴求、爱美，并逐步加深了大家对牙膏的依赖，扎扎实实地完善了刷牙习惯的回路。美国原先只有 7% 的家庭习惯刷牙，才10年的时间，这一比例就跃升到了 65% 之多，还将这一爱美习惯蔓延到了全世界，成为几十亿人的固定流程。从刚开始的不爱刷牙，到后来的全民美牙狂潮，白素德的营销案例告诉我们，习惯是靠设计出来的，而且需要精心周全的设计。那么问题来了，习惯的回路应该如何设计呢？打通习惯回路的第一环，就是要找到习惯的线索，并把每次发生习惯的时间、地点、情绪状态、在场的其他人、预先动作都记录下来。告诉你，我以前有一个坏习惯，就是特别爱刷手机，不管是乘车还是睡觉前，甚至如厕时都忍不住刷手机，一刷就停不下来，白白耽误好半天功夫。为了戒掉这个坏习惯，我也是用尽了各种办法，最后启用了习惯圈模型，终于慢慢戒掉了这个让我上瘾多年的坏习惯。具体我是怎么做的呢？首先，我开始努力找出引发我忍不住刷手机的各种线索。每当我想要刷手机时，我就在自己的习惯日志里记录下来，是什么场景、什么心态让我有这种冲动，我有这种冲动前一般正在做什么，或者准备做什么。后来我发现，有时候是因为我太无聊了，总想要找点乐子，有时候是看书写文章烦躁了，想要调剂心理。就这样做这么个统计，把习惯回路还原出来，我开始慢慢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在我身上作祟了。当然，每当我减少玩手机几小时，我都会给自己一些奖赏，来促进这一习惯圈的稳定。那么奖赏应该如何设计呢？首先，我们设置的奖励一定要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且要反复实践测试自己真正想要得到的奖励是什么。我戒手机瘾的时候，我就反复在问自己，我这样着了魔似的刷手机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消除无聊的感觉，消解压力，还是每天收获那么多信息，让自己有成就感？于是我根据内心的渴求，设计出一系列奖赏。为了排遣无聊，那我可以看看开心的电影，吃我爱吃的坚果零食。为了缓解压力，我可以出去逛街 shopping， 奖励自己新衣服。当然，理性一点的奖励方式也可以是每隔半小时奖励自己休息10分钟。别小看这几分钟的休息时间，它可以让我们的脑袋放空，将不开心的东西排掉，输入积极的内容。而且这一个间隔就像做跷跷板一样，我们暂时陷落下去，会期待腾起时的满足感，心情也会随之舒畅。但是想必各位有网瘾的朋友们都深切地了解到，
攻克这个坏习惯不是那么简单的。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可以采用替代疗法，把其他好的行为镶嵌到我们原有的习惯回路上来。这时候，我之前搜集的那么多坏习惯的线索可以派上用场了。每当那些诱发我刷手机的线索出现的时候，我的脑袋都会嗡嗡的。这时候我就会强制干预自己，去选择新的娱乐方式，比如唱歌、看一些搞笑视频等。当我看着搞笑视频笑得合不拢嘴时，身体会释放让自己心情变好的化学物质必内啡肽。这个时候，唱歌、看搞笑视频就成为我诱惑大脑的替代品，让我的大脑指挥系统觉得挺不错的，越来越喜欢用这个新方式来解决问题了。久而久之，我对刷手机的需求越来越淡，开始崇尚更多有意义的娱乐活动了。替代疗法非常有用，如果你是购物狂，你可以开立一个储蓄账户，注明这个账号就是用来宣泄你的购物欲的。每次你放弃购买一件物品时，就把相应数额的钱存入这个账户。早晨没买咖啡，存入8元，上个月没给视频账户续费，存入30元，双11抑制住欲望没买东西，存入800元。这样积累了一阵子，某一天你打开账户可能会吓一跳，账户里竟然存了几千块，是不是顿时感觉心情大好了？因为你省钱的及时回报来了。可以这么说，要养成或者改变一个习惯，绝非易事。寻找3要素并画出习惯回路仅仅只是开始，搭建好框架后，还需要你持之以恒的探索和执行。这里要提醒下大家，当你要做一件事时，别因为各方面条件不是很成熟就放弃了。你要告诉自己，不要等路上都是绿灯才出发，当你遇到第一个绿灯时，就可以朝着你的理想去进发了。好了，这本习惯的力量我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未来我还将分享更多品类的好书，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的账号哦。如果你觉得视频不错的话，还请在视频下方点赞、留言、分享哦。我们下期再见吧。